武宗地位不可撼，拍案而起为国尊。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先师的原墓地位于北京东直门外小牛房村，现在在北京万安公墓，是国家的文物。为什么从东直门外小牛房村迁到了北京万安公墓？这中间还有一段非常曲折动人的故事。时间回到了1969年早春的一个清晨，那天天色阴沉，飘起了零星的雪花。八卦掌30门人李子明先生竟自一人来到了东直门外小牛房村董海川先师的墓地。自1966年8月以后，2年多的时间，他身边的人和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也有2年多的时间未能再到祖师爷墓前祭拜，此刻心中有许多的话要向先贤诉说。但是当子明先生来到这块他熟悉的墓地，眼前的景象一下子令他惊呆了。董海川先师的墓碑已荡然无存，取代的是一片枯萎的菜地和荒草，不时传来几声乌鸦的呱噪。他震惊，他愤懑，他难过。眼前的景象对于一个习练八卦掌几十年的传承人，一个敬师父为再生父母，视八卦掌为生命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伐，沮丧地回到家中，见到老伴儿，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祖师爷的墓给平了。沉默了许久，他说：我还要给立起来。声音不大，却异常的坚定。也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董海川先师作为近代著名的武术家，在中国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地位举足轻重。这张照片是董海川先师墓的全貌。这是1950年李子明先生与师兄弟祭拜祖师爷后的珍贵合影。这是民国19年八卦掌门人马贵先生率众门人为董海川先师修坟立碑开光的照片。从这些照片上，我们不难看出董海川先师生前身后非常有影响。墓的规制宏大，非常有气势。董海川先师的墓有4栋高大的墓碑，第一块是光绪9年1883年所立，阳面碑额龛后生宗鉴，阴面碑额龛微泽悠远，阴面还有董海川先师56名门生11位小门生的姓名。第二块墓碑是八卦掌20名家尹福先生率弟子门人于光绪30年1904年所立，碑额龛永垂不朽。第3块墓碑是马贵先生及众门人于民国19年所立，碑额龛刻林武正宗，就是在这块碑上有20个传统字：海福寿山永，强毅定国基，昌明光大陆，道德见无极。第4块墓碑是后学卢书奎于民国19年仲春所立，碑额龛刻国术先觉。董海川先师的墓是中国传统武术的重要文化遗产，是中国武术宗主地位的实证，是武术人，特别是八卦掌历代传人上武崇德、尊师重道的
完美体现。人在哪儿，骨在哪儿，骨在哪儿，根在哪儿，根在哪儿，魂在哪儿，这是不容置疑的。自从1969年，李子明先生萌生了为祖师爷立碑修坟的初心，一晃10年过去了。时间来到了1979年，那又是一个令子明先生心绪难平的夜晚。那晚，李子明先生带着弟子赵大元来到了北京体育学院张文广教授家中，两位老武术家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引发出一件轰动中外武林的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赵大元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这是20多年前的一段录像。日本少林寺就公开就讲，说武术的中心将来要转移到我们日本。那么老师当时听了呢，就非常的气愤。老师说怎么能那么胡说八道呢？武术是中国的发源地，对吧？武术不单纯是一个肢体的运动，武术它蕴含了中国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整体的整个的一个载体。平日李子明先生带弟子出行，一路上总是给他们讲历史、讲文化、讲武术，滔滔不绝。但是那晚从张教授家中出来，一路上他一言未发。赵大元是这样回忆的：我跟老师在回来的路上，老师就一句话都没讲，一句话都没说。我知道老师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回到家中，李子明先生沉默不语，突然他猛地一拍八仙桌，震惊了弟子和家人，也表现出作为中国武术传人为保护中国武术宗主地位的决心。几天后，李子明先生再一次把弟子赵大元叫到家中，对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咱们现在就利用研究八卦掌历史的理由，将董先师的刺土碑先挖出来。赵大元这样回忆道。后来老师讲呢，就说咱们先把祖宗牌位立起来，日本人你怎么搞，你得承认你祖宗还在中国。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当时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位研究生康歌武正在写毕业论文，题目是八卦掌源流之研究，需要许多的资料。从那时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的重大历史事件。